俄罗斯的王牌武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投入战争1年了，但其真正出手的次数却只有寥寥几次。但随着最近网上传出匕首成功打击了在乌的北约地下指挥部的新闻，让这款武器再度走上了风口浪尖。那么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俄罗斯匕首导弹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2018年3月1号当天，俄联邦总统普京亲自出面，对外公开了几款俄军的高端装备。按照普京总统的说法，他们均可以改变世界战争力量的格局，其中呢包括波塞冬核动力鱼雷以及匕首高超音速武器。那么这里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匕首导弹。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其实就是俄罗斯陆军使用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空射版本。该导弹全长3米，最大射程2000公里。截止2018年年底，米格31战机已经挂载匕首完成了250次飞行训练。在俄军眼中呢，它是一款真正的战略战术利器，其军事价值可以比肩萨尔马特洲际核导弹。但是受限于其原来的基础，也导致了匕首导弹的性能多少会受点影响。首先呢，是在它外形设计上。大家知道，高超音速飞行器有2种，一种呢是类似于美军的 AMG-183A 这种的弹头扁平的，这叫乘波体外形。这种外形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滑翔性能非常好，飞得快，飞得稳，打得还远。而另外一种呢，就是类似于匕首这样的弹头椭圆的，还是一个圆锥体，这叫做双锥体或者旋承体外形。这种外形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滑翔性能比较一般，飞得快，但是打的距离就不够远了，而且机动变轨性能也不如前者。俄罗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搞定乘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迹象，因此匕首高超音速飞行器和陆地发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一样，采用的只是双锥体高超音速飞行器。匕首导弹的发射过程和一般的巡航导弹有所不同。从俄方近些年来公开披露的多条信息和多段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出，匕首导弹主要还是由升级后的米格31BM 战机进行发射，利用专门设备将匕首导弹挂载完成后。不过呢，它的发射需要等在战机达到一定的速度后才能够脱离战机。在匕首导弹发射后，它的导弹尾部的整流罩率先脱落，然后发动机点火，导弹开始加速，离飞机渐行渐远。导弹飞行一段距离后呢，该武器开始爬升，寻找最佳的打击路线。因此，匕首导弹可以在空中自行调整飞行路线，在成功规避敌方的防空雷达后呢，距离目标比较近的时候，进入末端制导阶段，以高攻角形式俯冲攻击，命中目标。对于目前的俄军而言，匕首导弹可以说是俄罗斯军队中为数不多的能拿得出手的高科技武器了。在其诞生之初，普京就称这款武器为全球首款几乎不可能被拦截的导弹。但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实战也是检验武器装备的最好方式。那么，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匕首导弹究竟表现如何呢？到目前为止，俄军在俄乌战场上共发射过寥寥几次匕首导弹，以检测该武器的性能。其中呢，匕首的首次亮相是在2022年3月21号。根据俄方消息，当天俄军2架米格31各携带1枚匕首导弹袭击乌克兰。作为空射弹道导弹的首次实战运用，匕首呢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攻击也非常明确。在此次袭击中，2枚匕首分别成功命中2处点状目标，其一呢是乌克兰武器储备库外围的一栋未被加固的建筑。据称，俄军攻击该目标的原因是当时该建筑内有高价值人员目标。其二呢是油库的出入口，摧毁该出入口后，能阻止乌军继续使用油库内的燃料储备。而匕首的第二次出场，则是在去年的4月11号，俄军再度发射匕首，将位于顿涅茨克以北恰索夫亚尔市附近一处的乌军指挥所摧毁。这2次匕首对指挥所的打击，是该导弹最值得说到的地方。它充分体现了空射高超音速武器的使用特性。高超音速导弹相比于传统导弹而言，最显著的优势就是高速突防性能，超过5马赫的速度，对于当代防空系统来说，会大大压缩反应时间，甚至让其来不及反应。再结合弹道导弹的抛物线弹道，其暴露在防空系统下的时间相当短，
因此拦截难度进一步上升。高速高突防能力的特性使得匕首很适合攻击敏感性高又容易脱离侦察和监控的目标。例如，如果俄罗斯真的在第一时间知晓乌克兰某位重要人物的坐标位置，那么此时匕首无疑是最佳的武器。不过这次匕首究竟对乌造成了哪些人员损失，目前还尚不清楚。而关于匕首的最近的一场战绩传言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匕首的最近一次出场，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9号，在那天呢，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发射了多达81枚导弹，其中呢就包括6枚匕首导弹。防空警报是顷刻间响彻乌克兰上空。从前面几次发射呢，我们也能看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一直在使用匕首导弹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但通常不会超过2枚，且仅针对优先打击目标。与以往相比，俄军在3月9号袭击中使用的匕首数量明显增加，首次一口气发射了6枚。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因为在当天的袭击中，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目标依旧是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似乎并没有什么高价值目标。但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为什么不使用更加便宜的导弹来完成任务呢？因此，大兵对于这次匕首真正要袭击的目标还是十分好奇的。不过，由于乌克兰对此类信息十分保密，导致乌方并没有公开俄军此次打击效果。而俄罗斯方面呢，则声称这次匕首导弹的出击成功打掉了乌克兰的北约参谋部。一位俄内部人士称，这次匕首导弹攻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境内的地堡、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其中呢，前者正是北约军官在乌克兰的战场参谋部。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个秘密地堡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附近地下80米到120米深处，是北约用来控制防空系统的战略指挥所。地堡里驻扎了共300多人，有40人为外国的高级专家，其中包括多名退休的北约军官和顾问，他们大多是英国人和波兰人，但其中呢也有美国人和支持通信数据传输的私营公司代表。迄今为止，乌克兰已经从地下的废墟中救出了40人，不过究竟有多少人在袭击中丧生，仍然未知。同时呢，为了证明此事的真实性，还有媒体放出了2张图片，证实最近有数十具军人尸体被装入棺材运回美国。但经过大兵仔细查证后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经过图片搜索后，大兵发现这2张照片最早的出现时间呢，分别是2020年和2008年。其中2020年的图片来源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栖突击车意外沉没事件，而2008年的图片则来自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死亡人数。显然呢，这次匕首导弹的战果具有一定的水分，至于摧毁所谓的北约指挥部就更难了。首先，大兵认为北约其实不太可能在乌克兰建立秘密指挥部，即便是真的有相关需要，为什么不建立在距离利沃夫不远的波兰境内呢？这可要比在乌克兰安全得多。而且北约援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并不需要特地的派出一个总部的人员去指挥，因为乌克兰士兵已经在这些武器来到之前呢，学会了如何操作。即便是这个指挥部真的存在，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个指挥部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附近地下80到120米深处。而匕首导弹虽然具有较强的钻地能力，但想要打穿如此深度的地堡基本不太可能。要知道，判断一款弹药是否能钻地，首先条件呢是强度，其次是速度，两者加一起才有能力钻地。速度够快，强度不够，顶多给地上砸出来个大坑。而这砸出来的坑呢，是不算钻地的。真正的钻地弹得钻到目标位置，然后炸了才能叫做钻地弹。正常的钻地弹都是配备一个非常坚固的弹体。拿美国的 GBU 武器来说，这玩意儿 13.6 吨的重量，里面只有240公斤是炸药，剩下基本全是弹体。这么重的弹体，就是保证钻地之时，打到目标的时候，炸弹不能碎。只有满足这个要求，才有能力去钻地。显然，匕首导弹是不具备钻地条件的。即便是能钻地，主要还是来自于强大的动能弹头。但是由于其弹头只有500公斤，所以它的钻地能力也十分有限。美国的 GPU-57 钻地弹钻地能力呢，不过40米岩石或者60米钢筋混凝土。所以乌克兰如果真的把这样的地下堡垒建在80到120米，匕首高超速导弹是打不穿的。总体而言，虽然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性能确实不错，
也具备一定的钻地作战能力，但是因为俄罗斯一天打6枚匕首就笃定炸死了北约参谋部，这样的推测并没有任何证据。大家对于俄军的匕首导弹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